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独自一人坐在床边，手里紧紧握着已故亲人的照片，看着看着，眼泪就不自觉地流下来了。那个时候，你的心里翻来覆去只有一个念头：下辈子我们还能再见吗？或者，当你静静看着身边那个你挚爱之人的睡颜，听着他均匀的呼吸声，一阵莫名的恐惧会突然揪住你的心脏。你会忍不住想，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病了、分开了，过了那扇叫做死亡的大门，在茫茫的轮回里，我还能找到你吗？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总是刻意避开死亡这个沉重的话题，可是每当你路过客厅，看到那张他曾经最爱坐的空荡荡的沙发，每当你在衣柜深处偶然闻到他旧毛衣上残留的熟悉气息，甚至是在热闹的家庭聚会里突然意识到少了一个人的笑声时，那种思念和恐惧就会像潮水一样瞬间把你淹没。死后我们还能和最爱的人重逢吗？这个念头是我们人类灵魂深处最痛的迷茫，也是最深的渴望。我们总以为爱可以超越生死，我们总在脑海里勾勒着一个画面：下一辈子，我带着这辈子全部的记忆、情感，在某个街角遇见那个同样没有改变的你，然后我们相拥而泣，对着彼此说一句：我终于找到你了。这画面真的很美，对吧？但是，各位朋友，今天我要用佛学的真相给你一个残酷却又无比通透的答案。佛陀在2000多年前就用他那双洞悉一切的眼睛看穿了这份渴望背后的虚幻。他没有给我们一份浪漫的承诺，而是道破了轮回的天机。今天的内容初听之下，或许会让你泪流满面，甚至会打破你长久以来的幻想，让你感到一丝丝的无助。但请你相信我，这份残酷最终将引领你走向真正的自由。在我们正式开始之前，我想请你先深吸一口气，暂时放下所有你从别处听来的关于天堂、地狱或是灵魂不灭的想象。佛法提供的不是心灵鸡汤，而是一张极度精密，同时也极度客观的宇宙地图。这张地图的核心只有2个你必须同时理解的概念，一个叫做无我，一个叫做轮回。而我们世间大部分人的痛苦，恰恰就是因为我们只愿意相信轮回，却死都不肯接受无我。我们渴望着有一个永恒不变的我，去延续这份爱，却不知道这种对固定形象的执着，正是所有痛苦与生死恐惧的根源。究竟没有了我，那在轮回的到底是什么？下辈子我们到底还能不能相见？各位朋友，让我为你道破这个天机。在轮回这场漫长的大戏里，根本没有一个固定的我在参与，只有业力和意识的相续。听起来很玄，对吧？为了让你更深刻地体会什么叫做无我，我先给你讲一个佛经里非常著名，甚至有点像现代科幻电影的公案。这个故事叫做二鬼真尸。在古印度的时候，有一个旅人独自一人出远门。有一天晚上，他找不到落脚处，只好在一间荒废的破庙里过夜。夜风呼啸，周围阴森森的。到了半夜，突然一个红发恶鬼肩膀上扛着一具刚死不久的尸体，闯进了破庙，把尸体往地上一扔。旅人吓得躲在角落，大气都不敢喘。没过多久，又冲进来一个绿发恶鬼。绿发鬼指着红发鬼大骂：这具尸体是我先发现的，你凭什么抢走？红发鬼也不甘示弱，说：这是我辛辛苦苦扛来的，当然是我的。2只鬼争执不下，互不相让。
突然，他们看到了躲在角落发抖的旅人。红发鬼一把将旅人揪了出来，恶狠狠地说：“你说这尸体到底是谁带来的？如果你敢撒谎，我就吃了你。”旅人心想，这下死定了，但他深信诚实，决定就算死也要说实话，于是颤抖着说：“我看到是这位红发大哥先扛进来的。”绿发鬼一听，勃然大怒，大吼一声：“你竟敢帮他！”说完，猛地伸出利爪，一把将旅人的右臂硬生生地扯了下来，扔在地上。旅人痛得快要晕过去，但就在这时，红发鬼觉得旅人是为了帮自己才受伤的，心里有些过意不去，于是竟然顺手从地上那具尸体上扯下了一只右臂，啪的一声，接在了旅人的伤口上。说来神奇，那只别人的手臂竟然瞬间和旅人的身体长在了一起。绿发鬼见状，更加愤怒，又扯下了旅人的左臂。红发鬼如法炮制，又把尸体的左臂接给了旅人。就这样，两只鬼像是比赛一样，你扯下旅人的一条腿，我就接上尸体的一条腿；你挖出旅人的心脏，我就把尸体的心脏塞进去。到了最后，旅人原本的身体零件被绿发鬼全部撕碎吃进了肚子里，而他现在全身上下从头到脚竟然全部被换成了那具陌生尸体的部分。两只鬼吃饱喝足，抹抹嘴巴，大笑着离开了破庙，留下旅人一个人呆呆地站在原地。此刻，旅人看着完全陌生的双手，摸着完全陌生的脸孔，他陷入了极度的崩溃与迷茫。他在心里疯狂地问自己：如果我现在身体每一寸肌肤，每一根骨头都是别人的，那我还是我吗？如果我不是我，那我原本的那个我到底去了哪里？难道我只是一个披着别人皮囊的幻影吗？天亮后，旅人浑浑噩噩地跑出破庙，逢人就问：请问你看到我了吗？我是谁？大家都以为他疯了，直到他遇到了一群有智慧的修行人。修行人听完他的遭遇，微笑着对他说：可怜的人啊，其实不仅仅是你现在的身体不是你的，就连你昨天那个原本的身体也从来都不是你的。这句话就像一道闪电，劈开了旅人心中的迷雾。修行人接着说：我们的身体原本就是由地、水、火、风四大元素因为因缘巧合而暂时拼凑起来的，它每分每秒都在变化，从来就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实体。你所执着的我只是一个暂时的假象罢了。各位朋友，这个惊悚却又深刻的故事，其实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真实写照。你先想象一条河流，你站在岸边，指着河水说：你看，这就是昨天的河，这就是今天的河。但事实上呢，昨天的水早就已经流入大海了，今天的水是从远方的雪山刚刚融化流下来的。所谓的同一条河，只不过是我们人类为了方便给它取的一个称呼，真正的实体是每一分每一秒都在不断变换的水滴、波纹与流向。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模一样的。你现在认为的我，不过是这一具身体，这一套记忆，还有一堆爱恨情仇的组合体。可是，就像那个被换了身体的旅人一样，你的身体每分每秒都在新陈代谢。昨天的细胞，今天已经凋零新生了。你的念头更是像海浪一样，前一秒还在开心，下一秒可能就生气了。那么，到底哪一个刹那的组合体才配称为我呢？是10岁那个天真无邪的你，还是现在这个历经沧桑的你？是发脾气时的你，还是慈悲善良时的你？佛陀斩钉截铁地告诉我们，
在这一切变幻莫测的身心现象中，你根本找不到一个永恒、独立、可以自己做主的我。这就是佛法里说的无我。你可能会问，如果不存一个我，那在轮回的到底是什么？是什么在承受因果报应？答案就是业力的相续流。就像刚刚说的那条河流，水滴虽然不同了，但是水流的方向、水流的力道是由上游的地形和降雨决定的。这股推动生命往前的力量就是业力。你这辈子每一个起心动念，每一句说出口的话，每一个做过的事，都会在你的潜意识里留下一种力量，一种惯性。你慷慨就会形成富足的惯性，你爱生气就会形成冲突的惯性。当死亡来临的那一天，你这辈子的肉体和表层记忆就像一件穿破的旧衣服被狠狠地剥落下来，但是那个最深层的携带了你一辈子业力种子的意识流，会依据它最强烈的惯性，就像磁铁吸铁屑一样，奔向与它频率相同的下一个生命形态。这就是轮回的机制。现在我们再回到一开始那个让人心碎的问题，下辈子我们还能和最爱的人重逢吗？根据无我和业力相续的真相，答案是既不能也能。为什么说不能？因为根本没有一个昨天的你可以去重逢一个昨天的他。下一辈子的你早就换了一具全新的身体，拥有全新的记忆，生活在全新的家庭环境里。你挚爱的人也是如此，你们的关系就像是两台电影放映机。这辈子你们装上了同一卷胶卷，播放了一部叫做家庭亲情或是刻骨爱情的电影。在电影里，你们是夫妻，是母子，爱得死去活来。但是当胶卷播完，这辈子结束了，下一世这两台放映机会被装上全新的胶卷，播放一部完全不一样的电影。可能是一部丛林冒险，也可能是一部宫廷斗争。在那个全新的世界里，你们可能是天敌，可能是陌生人，甚至可能一个是人，另一个是你餐桌上的食物。你执着于要找到那个一模一样的伴侣，一模一样的孩子。这就像是要求昨天的河水必须倒流回前天的样子来跟你相遇一样，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们渴望的是带着今生全部的记忆去爱，但轮回的真相是，它就像一个冷酷无情的会计师，只负责清算你们业力的资产负债表，绝对不负责经营你梦想中的感情有限公司。听懂了这一点，怎能不让人为那看似永恒的爱感到深深的无力与泪流满面呢？刚刚我说了，你们不能以原本的样子重逢。听到这里，你可能会急着问，那为什么你前面又说我们也能重逢呢？原因很简单，因为虽然没有一个固定的你跟我，但是我们之间的业力纠缠却是无比真实的。你在这辈子对某个人产生了极其强烈的情感，不管是为他付出一切的深爱，还是被他伤透了心的痛恨，或者是还没报完的恩情。这些强烈的业力绝对不会因为死亡而凭空消失，它们就像是两条打满了死结的绳子，就算被扔进轮回的洪流里，只要因缘成熟，下次碰到还是会不由自主地死死缠绕在一起。所以你们能相遇，但重点来了，这个重逢的剧本绝对不是你期待的那种浪漫续集，而是一部由业力全权编写，充满未知的伦理大戏。关系跟角色很可能会发生彻底的翻转。为了让你真切地感受到这种震撼，我要跟你分享一个佛教历史上非常经典也极度戳心的真实公案。在唐朝的时候，有一位非常有名的高僧，叫做寒山大士。他是一位已经开悟、
拥有了宿命通，也就是能看穿人前世今生的大成就者。有一天，寒山大士在云游的时候，路过一户人家。这户人家张灯结彩，锣鼓喧天，正在办一场热热闹闹的喜事，娶媳妇呢。亲朋好友全都来了，流水席摆了好几桌，大家大口吃肉，大声道贺，喜气洋洋。寒山大士站在门口，用他的神通往里头看了一眼。照理说，出家人看到喜事，总会给个祝福吧。但寒山大士没有，他不仅没有道贺，反而突然眼泪直流，接着又仰天大笑起来。宾客们都觉得这个和尚疯了，正想赶他走。这时，寒山大士指着这场婚礼，流着眼泪，念出了一首让所有人毛骨悚然的诗：六道轮回苦，孙子娶祖母，牛羊席上坐，六亲锅里煮。这短短20个字，道破了轮回里最残酷的真相。原来，寒山大士看到那个盖着红盖头、娇滴滴的新娘子，根本不是别人，正是新郎前世的亲生祖母。这位祖母生前太疼爱这个孙子了，临死前拉着孙子的手，千不舍万不舍，心里发愿：我放不下他，我还要照顾他。就因为这股极度强烈的贪爱与执念，业力牵引着他，再次投胎转世，长大后居然阴错阳差地嫁给了自己前世的孙子。这还没完，寒山大士看着宴席上那些满脸笑容的宾客，发现他们竟然是这户人家前世养的牛和羊，因为被这家人宰杀了，这辈子投胎做人，变成了亲戚来吃这顿饭。而厨房里那一锅锅正在炖煮的猪肉、鸡肉又是谁呢？正是这户人家前世的父母跟六亲眷属，因为生前造了恶业，这辈子堕入畜生道，被端上了自己亲人的餐桌。各位朋友，听到这里，你的心里是什么感觉？我们总以为下辈子的相遇一定是美好的，但寒山大师的眼泪告诉我们，轮回是一场多么荒谬、多么让人啼笑皆非的错位啊！现在，我们把视角拉回现代，你看一看你身边的人，你以为的初次见面，其实全都是久别重逢。你看看那些在婚姻里天天吵架、互相折磨，却怎么也离不开彼此的夫妻，明明相处起来像仇人，明明每天都在流泪，却偏偏舍不得离婚，谁也离不开谁。你以为那是爱情吗？很多时候，那是前世的债主来讨债了，前世他欠了你，或者你伤了他，这辈子业力把你们绑进同一个屋檐下，用眼泪和委屈，一点一滴地把这笔账算清。你再看看，有些父母对孩子付出了所有的青春跟金钱，事事顺从，百般呵护，可是孩子却冷漠忤逆，把父母气得半死，甚至不断地榨取父母的资源。父母一边哭泣，却依然心甘情愿地做牛做马，毫无底线的退让。这难道只是单纯的母爱父爱吗？在佛法的眼光里，这很可能是前世你欠了他的恩情，甚至命债，这辈子化身为父母，用一生的操劳来还报，那种在这一世让你甘愿为之付出生命的爱，在下一世的相遇里，可能表现为一种莫名的好感，但也极有可能变成一种让你痛苦不堪的占有欲，甚至是一场相爱相杀的灾难。所以，我们真的还要执着于下辈子再结为夫妻，下辈子还要当一家人这种空想吗？如果带着强烈的执念与无明去重逢相遇，往往不是福气，而是另一场痛苦的轮回。但是，面对这样的无奈，难道我们就只能被动地接受业力的摆布吗？佛陀之所以点破这些，绝对不是为了让我们感到绝望，相反地，他是要给我们一副真正的解药。
刚刚我们说到，佛陀点破轮回的真相，不是要让我们绝望，而是要给我们一副真正的解药。这副解药到底是什么？让我再为你讲一个故事。这一次，我们回到2000多年前的古印度。当时有一位年轻的母亲，叫做果檀弥，她好不容易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儿子，把这个孩子当成自己的命根子。可是命运捉弄人，孩子刚学会走路，就因为生了一场疾病，夭折了。果檀弥完全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他疯了似的紧紧抱着孩子已经冰冷的遗体，在城里挨家挨户的敲门，哭着哀求每一个人，求求你给我一点药吧，救救我的孩子，他只是睡着了，对不对？路人都觉得他疯了，有人叹气，有人摇头。最后一位好心的长者对他说，可怜的女人啊，这世上如果还有一人能救你的孩子，那就只有佛陀了。果檀弥像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跌跌撞撞地跑到佛陀面前，把孩子放在地上，跪着痛哭，世尊啊，求您发发慈悲，给我能治好我儿子的药吧。佛陀看着眼前这个心碎的母亲，眼神里充满了无限的温柔与悲悯。他没有跟他讲什么轮回无常的大道理，也没有斥责他的执着。佛陀只是轻轻地点了点头，对他说，好，我可以救你的孩子，但是我需要一味药引，请你到城里去，帮我化缘一粒芥菜籽回来。果檀弥一听，高兴坏了。芥菜籽在印度家家户户都有，太简单了。他正准备转身往外跑，等等，佛陀叫住他，语气依然温和，却带着无比的重量。这粒芥菜籽必须来自于一个从来没有死过亲人的家庭，那个家里不能有父母、配偶、孩子或是仆人过世，只有这样的芥菜籽才能做药引。果檀弥根本顾不上想那么多，他立刻冲进城里，敲开了第一户人家的门。这家人很同情他，马上拿出一大把芥菜籽。果檀弥满怀希望地问，请问你们家里曾经有人过世吗？那家人的脸色暗淡了下来，叹了一口气说，哎，你别提了，我们家前几年才刚送走年迈的祖父，现在屋子里还空荡荡的。果檀弥只好道谢，走向下一家。请问你们家有芥菜籽吗？你们家死过人吗？开门的妇人红了眼眶说，有啊，可是我可怜的女儿去年难产走了，我到现在都还不敢看她留下来的衣物。他一家接着一家地问，从清晨问到黄昏，他敲开了富贵人家的华丽大门，也敲开了贫苦农民的破旧木门。他得到了无数的芥菜籽，却没有一粒符合佛陀的条件，因为他发现每一个屋檐下都曾经有过刻骨铭心的生离死别。不管你多么有钱，不管你多么有权势，死亡的阴影从来没有放过任何一个人。有一户人家甚至流着泪告诉他，活着的人是少数，而死去的人太多太多了，请不要再勾起我们的伤心事了。当夕阳西下，果檀弥独自一人站在城外，那一刻，他看着满天的红霞，看着城里渐渐亮起的炊烟，他原本疯狂焦躁的心突然像被一阵清风吹过，彻底平静了下来。他恍然大悟，原来死亡不是只降临在他一个人的头上，失去挚爱是全人类共同的命运。他之所以那么痛苦，是因为他把这份痛苦当成了我的专利，我的孩子，我的失去，我的不甘心。当他把眼光从我的身上移开，看到全城每一户人家都在承受着同样的苦难时，他意识到，只要有生，就必定有死，这是一条无人能逃避的宇宙铁律。
当他真正接纳了这份无常，他对孩子的执着瞬间就消散了。他轻轻地抚摸了孩子冰冷的脸颊，做出了最后的告别。然后他把孩子的遗体带到森林里，平静地安葬了他。然后他回到佛陀的身边，佛陀问他：果檀弥，你找到那粒芥菜籽了吗？他双手合十，脸上不再有泪水，平静地回答：世尊，那粒芥菜籽我已经不需要了，请您教导我如何从这生死的洪流中解脱吧。各位朋友，这个故事就是佛陀给我们开出的解药。我们害怕死亡，我们恐惧失去挚爱，我们苦苦追问下辈子能不能重逢，根源都在于我们死死抓着那个我不放。我们认为我拥有了这段感情，我拥有了这个亲人，所以我害怕失去。但是当你看懂了果檀弥的芥菜籽，你会明白，生命从来就不是我们的所有物，而是一场又一场的经历。爱不是你的私有财产，而是你生命中体验过的一道温暖的光。亲人也不是你永远的附属品，而是与你同舟共济，共同度过一段旅程的灵魂伴侣。当我的幻觉被看破，对失去的恐惧就会大大减弱。你不再拼命想抓住手里流走的河水，而是学会欣赏水面上倒映的月光。听到这里，你可能会轻轻叹一口气，问我：既然轮回的剧本我们无法指定，既然我们不能保证下辈子还能认出彼此，既然生死别离是无法避免的功课，那我们今生到底该怎么办？其实，佛陀揭示这一切，并不是要我们变得冷酷无情，更不是要我们放弃去爱。相反地，他是要我们学会如何在爱里面修行。修行不是要你断绝七情六欲，跑到深山里躲起来。真正的修行是在柴米油盐里，在每一次的拥抱与争吵中，看见自己的执着，并且一点一滴地放下它。你现在的每一个起心动念，都是在为死后铺路。所谓的往生，不是等你咽下最后一口气才决定的，而是活在每一个当下的因果里。如果你真的渴望在未来茫茫的生命洪流中，还能与你深爱的人结下善缘，如果你希望未来的重逢是一场互相帮助的喜剧，而不是互相折磨的悲剧，那么方法不在遥远的祈祷里，而在眼前的当下。从今天开始，停止去幻想下辈子我们还要在一起，而是试着在这一世用智慧和慈悲去爱。我为你整理了3个，今天看完这支影片，你立刻就可以开始练习的微行动。这些行动看起来很小，却拥有改变未来业力轨迹的巨大力量。第一个练习，睡前3分钟的业力清零观心法。很多人把修行的希望寄托在临终的那一念，总觉得只要死前念对了佛号就能上天堂。但其实，临终的那一念，就是你平时每一天习惯的总爆发。一个每天带着怨恨、带着不甘心睡觉的人，临终4大分离，痛苦不堪的时候，怎么可能突然变得平静祥和？所以，每天晚上睡觉前，给自己3分钟的时间，闭上眼睛，在心里默默回顾今天发生的事。如果有谁惹你生气了，有什么事情让你委屈了，不要把这些毒素带进梦里，在心里对自己说，这都是因缘和合，是我们过去业力的碰撞，无论对错，我都愿意原谅。我愿意放下，带着干净清透的心入睡。你每一次的放下，都在为未来的善缘存入一笔最宝贵的重逢保证金。第二个练习，吵架时的暂停3秒钟练习。我们对最亲近的人，往往最容易失去耐心。当你对伴侣产生你应该要怎样怎样的念头时，或者当你跟父母、
孩子产生激烈争执，气血上涌，恨不得立刻用最毒的话反击的时候，请你练习，先不要说话，在心里默数3秒钟。1、2、3，在这3秒里，你看着眼前这个让你生气到发抖的人，在心里告诉自己，这不是我的敌人，这只是我们彼此业力习气的碰撞。他现在的愤怒，也是因为他心里有无法排解的苦，把你想脱口而出的指责，硬生生咽下去，换成一句爱语，把你想控制对方的欲望，换成一份理解，不去强求改变对方，而是看见对方行为背后的痛苦与执着。当你主动切断了互相伤害的循环，你们之间的恶业就在这一刻停止了累积。第3个练习，把占有的语气换成感恩。我们恐惧失去，是因为我们总觉得对方是我的，我的老公，我的老婆，我的孩子，我的财产。从今天起，试着在心里微调你看待他们的眼光，把我的换成来到我生命中的。当你帮家人做了一顿饭，看着他们狼吞虎咽的样子，或者早晨看着他们出门的背影时，在心里默默对他们说，谢谢你愿意用这辈子的时间陪我走这一段旅程，我们不谈来生，只感恩今生的相聚。谢谢你让我有机会去爱，有机会去付出。当你把占有欲转化为感恩心，你就不会再患得患失，你会无比珍惜每一次的相聚，因为你知道缘聚缘散本来就是宇宙的常态，没有什么是理所当然的，所有的陪伴都是极其珍贵的借用。各位朋友，我们今天的长谈即将来到尾声，不知道现在的你是不是也和当初站在夕阳下的果坛迷一样，经历了最初的震惊、迷茫，到最后心底升起了一丝丝的释然。佛法从来没有要否定我们深刻的情感，也没有要剥夺我们去爱的权利，相反地，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最宏大的宇宙视角，指引我们从这场无休无止的悲欢离合中找到真正解脱的道路。回到我们影片一开始的那个问题，我们死后还能和最爱的人重逢吗？佛陀道破的天机是，不要再去苦苦追问能不能重逢，而是要问问自己，如何才能在生命的无尽流动中，无论是相遇还是别离，都不再受苦。当你停止去寻找一个固定的某人，转而开始净化自己每一个当下的心念，当你把对某一个人的思爱跟执着一点一滴升华成对所有生命的慈悲与善意，那个时候你就是在为所有可能的相遇打下最美好的善因。你的执着越少，你的智慧就越多。到了那一天，无论未来在轮回的哪一个转角，你们以什么样的形态再次重逢，都会是一段互相成就的善缘，而不是另一场爱恨纠缠的苦戏。所以，把目光从遥远的下辈子收回来吧，好好看看你身边此刻正陪伴着你的人，你的父母、伴侣、孩子、朋友。你要知道，你们此刻的相聚是无数因缘在刹那间交汇才结出的奇迹。用无我的智慧去爱他们，不去占有，只是单纯的欣赏因缘的美妙，用轮回的视野去珍惜他们。每一个善意的微笑都在为彼此的生命长河注入清净的泉水。当你看破了我的幻觉，生死从此不再是恐怖的悬崖，它将会变成一首壮阔生命交响曲中最自然的章节转换。在影片的最后，我想把一个温暖的邀请留给你。今天，我想请你在我们这支影片的留言区，为你心中那个深深思念已经离去的亲人，或者为你今生最珍重的人留下一句善言，或者一段祈福。
请你不要写下辈子我一定要找到你，而是试着写下，愿你在光的深处一切安好，愿我们都能在因缘中走向解脱，或者是简单的一句感恩今生的相遇，愿你自在。当我们成千上万的人都在这个空间里留下纯粹的祝福时，这里就会形成一个无比强大的正能量磁场。让我们把这个留言区变成一个汇聚慈悲力量的许愿池。相信我，你的每一个善念，每一份不带执着的祝福，都会穿透生死的迷雾，成为照亮他们，也照亮你自己前行道路的光。谢谢你今天的陪伴，愿我们都能在探寻真理的路上泪流满面之后，找到那颗如如不动、本自清净的真心。他从未经历生死，也从未与任何人分离。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觉得这段深度的探讨让你的内心找到了一丝平静与依靠，请你轻轻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打开小铃铛，并且把这支影片分享给身边或许正被生死别离困扰，需要这份温暖与智慧的朋友。你的每一次分享都是一次法布施，都在传递着慈悲的种子。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点滴中修炼慈悲，积累智慧。期待在下一支影片里我们再次相见。祝大家平安喜乐。